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魔蝎在临死前以谢龙族的血脉起誓，萧炎会在谢龙族的追杀下逃亡一生。之后，魔蝎的一只血红独眼自动脱落，一道细小的血芒以萧炎都无法躲避的速度钻入了他的身体内。当魔蝎的脑袋彻底炸开时，被他召唤来的兽群顿时一拥而散。与小医仙对战的两位斗宗强者见势不对，也都跑了。战斗结束，萧炎火速用琉璃莲心火将魔蝎的魔核和精血拿到手。萧炎对天火尊者挥了挥手中装着精血的玉瓶，说不久之后他很快就能再度拥有肉体。天火尊者也很高兴，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自己终于能再次拥有身体。萧炎的这份恩情他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他们的动机闹得太大，在拿到想要的东西后，萧炎便带着小医仙和新兰朝着洛神剑北域而去。北域的一处小山谷中，萧炎决定要将小医仙的恶难毒体解决，还要为天火尊者炼制出躯体，不然面对冰河谷的斗宗巅峰的强者，他们的情势会很不妙。恶难毒体以前从未有人彻底控制过，也不知道控制后会出现什么情况，所以小医仙提议还是先为天火尊者炼制躯体。萧炎当下便决定开始动手炼制阴阳命魂丹，他将药材一株株丢进万寿鼎中，而小医仙几人则守在100米之外。萧炎闭关炼丹时，冰河谷的天蛇长老也带人找到了天毒蝎龙兽的地盘。天蛇长老闻着空气中天毒蝎龙兽残留的气息，说顺着这道气息走就能找到他们。阴阳命魂丹是7品中级的丹药，炼制起来并非很困难，但也花了萧炎6天的时间才终于炼制成功。当天空中乌云密布时，萧炎十分高兴地将地妖魁召唤出来，但天空中的乌云却突然停了下来，片刻后便逐渐消散了。这种现象搞得萧炎十分扫兴，他苦笑着说：“丹雷怎么会自己消散了呢？”小医仙解释说，洛神剑内的毒气太盛，或许是毒气遮掩了丹气，丹雷找不到目标就自动散去了。萧炎嘀咕了一句倒霉，便将药鼎收了起来，手一挥就放出了被寒冰覆盖的云山的尸体。当初这具尸体是为药老准备的，不过现在这种等级的尸身萧炎已经看不上了，便决定拿来当试验品。萧炎让天火尊者给自己一丝灵魂之力投入云山的尸体内，之后让天火尊者服下阴阳命魂丹。天火尊者服下丹药后，萧炎拿出天毒蝎龙兽的精血倾洒在被火焰包裹的尸身上，伴随着琉璃莲心火的高温，血液开始诡异地融入其中。大概半个小时后，云山的双眼猛地睁开，在他睁开双眼的瞬间，萧炎让一旁待命的天火尊者进入他的身体。天火尊者的灵魂与尸身猛地碰撞在一起，缓缓地融合了起来。只要天火尊者顶住异火的焚烧，取得身体的控制权，就能够真正的浴火重生。异火的煅烧足足持续了3天的时间。安静了许久的山谷远处，天蛇长老带人出现在谷口100米外的地方。小医仙感受到冰河谷的气息，站起身来，充满杀意地看向谷外。在天蛇长老这个斗宗巅峰的强者现身后，小医仙讽刺冰河谷还真是舍得。天蛇长老在中域的凶名相当不弱，传闻他不仅实力强悍，更是将冰尊境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而且他每次出手都不会留有活口。小医仙让新兰回谷中照看萧炎他们，天蛇长老身旁的3名白衣老者让他歇着，恶难毒女交给他们就好。但天蛇长老在与上一任的恶难毒体拥有者交手时惨败，今日他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一任的恶难毒体才行。天蛇长老让冰河谷的人守住山谷，不要让任何人逃走。小医仙目光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依旧没有任何动静的谷内，想着一定要尽力为萧炎他们拖延时间。小医仙和他身旁的地妖魁冲着天蛇长老爆射而去，但天蛇长老毕竟是斗宗巅峰的实力，随手就震退了地妖魁，又一掌直接将小医仙打到吐血。天蛇长老说小医仙比起上一任恶难毒体差了不少，还让他乖乖跟他回冰河谷，不然不会有好下场。小医仙抹去嘴角的血迹，正准备解开恶难毒体的封印时，一道轻笑声从谷中传出。萧炎笑着说，洛神剑用来埋葬天蛇长老这个老骨头正好。半空中的天蛇长老收敛笑容，目光死死地盯着谷口的方向。当看到萧炎身后那名脸带笑容的老者后，天蛇长老阴沉的脸色缓缓凝固，不可置信地轻轻说出斗尊2字。简单的2个字，让在场众多冰河谷弟子形成的气势土崩瓦解。萧炎走上前将小医仙扶起，抓住他的手探测了一番后才放下心来。因为天火尊者彻底将灵魂融入了新的躯体中，这副原本是云山龙貌的躯体也变得与天火尊者灵魂完全相同，所以天蛇长老一眼就认出了天火尊者是当日杀害冰河谷的灵魂体。
他客气地对着天火尊者抱拳，说他杀冰河谷长老的事，冰河谷可以不追究，但萧炎几人他们却不能放过。他希望天火尊者看在冰河谷谷主的面子上，不要插手。但天蛇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天火尊者打断了。对天火尊者来说，萧炎可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怎么可能因为冰河谷谷主就不管他了？天火尊者对萧炎说：“交给我吧。”萧炎微微点头，扶着小医仙后退了2步。天蛇见天火尊者执意动手，威胁他，冰河谷可从未怕过谁。他见天火尊者根本就不搭理他，命令冰河谷众人结乾隆玄冥阵。一条足有100丈大的冰寒巨龙出现在天空上。冰寒巨龙一出现，天蛇以及所有冰河谷的人脸色都涌现一抹苍白。巨龙凝聚了冰河谷所有人体内的斗气，甚至精血，威力远超寻常的斗宗巅峰。天蛇威胁天火尊者现在离开，冰河谷依旧将他视为贵客。天火尊者毕竟不是寻常斗宗，压根不将他的威胁放在心上。面对攻击他的巨龙，天火尊者手指轻划出一个漆黑的空间裂缝，之后使出空间绞杀，将巨龙的一截身体吞入裂缝之中。身体断裂，巨龙仰天怒吼，对着天火尊者暴冲而去。天火尊者猛地握紧手掌，空间急速扭曲，巨龙还未冲进天火尊者100丈之内，身体就断裂成了4、5节，被吞入虚无空间。至于巨龙的脑袋也爆裂成漫天的碎冰。巨龙爆裂时，天蛇等人脸色一红，全都喷出一口鲜血。天蛇身形被震退，冰河谷的众多弟子更是瘫倒在地，不知死活。天蛇没有想到天火尊者对空间之力的掌控这么厉害，他扫了一圈被震得昏迷的冰河谷弟子，当机立断决定放弃他们。他一拳轰出一个漆黑的空间通道，对着3个白衣长老一抓就准备逃跑。在空间通道出现时，萧炎连忙喊道：“别让他逃了！”不用萧炎开口提醒，天火尊者就已经有所反应。他手掌狠狠一握，空间通道便开始迅速崩溃。通道出现崩溃，天蛇一掌狠狠地拍在白衣长老后背上。斗宗强者的爆炸将天火尊者的无形之力堵住了一下，但很快就被天火尊者化解了。天蛇见一名斗宗强者的爆炸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，眼中凶芒一闪，手掌印在另外2位白衣长老后背，再度爆发了2股冰寒巨浪，终于将天火尊者干扰的无形之力崩裂。天蛇钻入空间通道中，阴森森的声音从通道传出，说今日之事绝对不算完，让萧炎等人等着冰河谷的追杀吧。天蛇的狠毒以及成功逃脱是天火尊者没有想到的，他很无奈地冲萧炎说，本来能毁掉空间通道，但天蛇那老家伙太狠了，直接将3名斗宗强者当炸弹扔了出来。萧炎说把他们吓退就好，他们现在还不能和冰河谷硬碰，得马上换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帮小医仙解决恶难毒体。等他能彻底控制恶难毒体后，2名斗尊即使是冰河谷想要动他们也要掂量一下。天火尊者微微点头，现在的他虽然拥有了躯体，但必须要等他将这具身体彻底熟悉，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斗尊。想要帮小医仙解决恶难毒体，必须要找到一处至阳至烈的地方，这样才能对恶难毒体造成压制，提升一些成功率。天火尊者和小医仙都陷入沉思，至阳至烈这种地方在丹域可不好找。在他们沉思的时候，新兰从山谷中走出来，说至阳至烈的地方他倒是知道一处，在邺城的叶家中有一处奇异的地方，名为阳火古潭。白天时阳光会在那里凝聚，古潭有一处直通地底深处的地眼，偶尔会有一些地心火苗从地眼中飘出，地心火苗与凝聚的阳光接触时会化为一种火焰，叶家称这种火焰为阳火。阳火虽然不是异火，但远比寻常兽火厉害。不过可惜的是，阳火并不能存在太久，就会自动消散。萧炎想到上次与叶家人见面时的情形，说阳火古潭肯定是叶家的禁地，他们会将这个宝贝借出来吗？新兰知道萧炎对叶家的印象不好，苦笑了一声，说上次他们冲撞萧炎是因为不明白他的身份，这次再去，新兰保证他们不会再有丝毫得罪。如今的叶家越来越式微，若是再不寻求外力帮助的话，叶家迟早会被其他势力吞噬，而所谓的外助再没有比萧炎更合适的人选了。萧炎迟疑了一下，方才轻轻点头，说若是能帮小医仙解决掉恶难毒体的问题，叶家的难题萧炎看在新兰的份上也会尽量帮忙。萧炎的话让新兰脸颊浮现一抹惊喜，随即赶紧让他放心。萧炎几人在新兰的带领下再次回到邺城的叶家。当他们来到叶家时，叶家门口一个护卫也没有，后室的大门更是出现残破的迹象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新兰赶紧跑了进去。改变了容貌的萧炎带着小医仙和天火尊者跟在他的身后，
此刻叶家的大厅中一片狼藉，叶家的人脸上布满铁青，在他们的对面是一群身着黑衣的人群，领头的2位黑衣老者实力达到了6星斗宗。这些人是黑火宗的人，在丹域中实力也不弱。黑火宗一直想要抢夺邺城，现在叶家越来越示威，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，直接上门说要收编叶家。黑衣老者放出一具具漆黑的棺材，说他们若是不从，便将这些棺材收下。门口的新兰见叶家遭此大难，向萧炎求助，只要萧炎能帮叶家，新兰说让他做什么都愿意。看到新兰眼圈泛红，萧炎说既然答应了你，自然会帮你。在黑火宗的人即将动手时，萧炎现身，让他们1分钟之内带着这些棺材滚出邺城，否则就留下吧。黑火宗的人见萧炎只是个2星斗宗，觉得他不自量力，但在他们动手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天火尊者一掌将他们打到吐血。黑火宗见萧炎有斗尊帮手，顿时就怂了，向天火尊者求饶。萧炎让他们带着棺材滚出邺城。黑火宗的人离开后，新兰的爷爷叶虫对着萧炎郑重抱拳感谢。萧炎随意的摆了摆手，说自己这次来是想要借用阳火古坛一用。叶虫很感谢萧炎今日对叶家的帮助，对于他的要求一口答应。在叶虫的带领下，萧炎几人来到叶家的祭坛，祭坛中心的石碑下便是一处通往地底深处的地眼，石碑移开，周围有地心火苗点燃汇聚在这里的阳光，形成阳火。但早在几年前出现的地心火苗就越来越少了。好在萧炎此行并不是要借助阳火，只是想要借助这里的纯正天地能量来压制小医仙的恶难毒体罢了。萧炎在与小医仙进入祭坛前，将地妖魁召唤出来，又请天火尊者为他们护法，才放心的进去了。萧炎拿出天毒蝎龙兽的魔核和菩提化体弦，他会先用3种异火将小医仙体内的毒气逼至一处，而在这之前需要先解开恶难毒体的封印。如果萧炎最后不能将恶难毒体压制的话，恐怕小医仙会当场香消玉殒。萧炎的手忍不住颤抖了一下，小医仙也知道他心中的担忧，轻声笑着告诉萧炎自己相信他。为了今天筹备了这么多年，萧炎绝不会让自己失手。他让小医仙褪去衣衫，小医仙的俏脸一红，又想着反正都被萧炎看过那么多回了，也不介意再多这一次。小医仙解开衣裙，完美的娇躯赤裸的暴露在萧炎眼前。萧炎稳住心神，双指并驱，一股碧绿火焰在指尖成型，将封印解开。随着符文变淡，一股股可怕的深灰色毒雾从小医仙体内爆发，他灰紫色的眼睛也彻底转化为充满死亡、没有半点生机的灰色。时间紧迫，萧炎迅速将3种异火彻底糅合成青白色火焰，青白火焰将小医仙的整个身体包裹住，火焰刚笼罩住小医仙，灰色毒气犹如见到克星一般，全都躲进了他的体内。而后青白火焰化为无数细小的火苗，钻进小医仙的体内，追赶着他体内无数的灰色毒气。所有的毒气被异火驱赶，凝聚在小医仙的小腹处。毒气已经凝聚，萧炎一把将天毒蝎龙兽的魔核拍在他的小腹处，魔核融入小医仙体内，盘踞在毒气漩涡中心后，萧炎便开始将菩提化体弦用异火淬炼。淬炼完菩提化体弦后，萧炎发现他在异火的煅烧中飘落出众多翠绿的粉尘，最后形成一枚不足拇指大小的翠绿色珠体。萧炎一把抓住这枚珠子，感受到手中的勃勃生机，他一阵狂喜。这枚珠子就是菩提子，唯有得到菩提子，才有机会感应到传说中的菩提心。不过现在的萧炎没有时间研究菩提子。收好菩提子之后，萧炎将淬炼好的菩提化体弦贴在小医仙的小腹上，随着菩提化体弦的钻入，一股充满生机的翠绿色包裹住小医仙的身体。察觉到小医仙体内迅速焕发的生机，萧炎眼中掠过一抹惊喜。他让小医仙按照毒丹之法运转斗气，压缩毒气形成毒丹。灰色的斗气漩涡源源不断地涌入魔核中，而魔核的体积也以一种缓慢的速度逐渐缩小。感受到小医仙体内井然有序的一幕，萧炎彻底松了一口气，随后直接四仰八叉的仰倒，安静地等待着小医仙凝聚毒丹。冰河谷的大殿之中，冰尊者因为天蛇长老行动失败，正大发雷霆。在听说对方有一名一星斗尊的强者时，冰尊者说恶难毒体他势在必得，一星斗尊的话还不足以让他放弃。可惜的是，天蛇只来得及逃命，根本就不知道萧炎他们现在躲到哪去了。就在冰尊者即将发兵的时候，大殿中突然涌现出些许诡异的黑气，一道怪笑声响起，告诉冰尊者萧炎等人的去向他们知道。
来者是魂殿的人，他向冰尊者发起了联手邀请。此时，远在丹域边缘的一座空间虫洞，一道道人影从出口处破空而出。这些人的实力之强，让这片天空都变得安静了下来。空间波动缓缓停止时，一道纤细的动人身影出现。他望着遥远的夜城，笑着说：“萧炎哥哥，有薰儿在，谁动你，我便杀谁。”盘坐在祭坛中的萧炎见小医仙的脸色再度散发出健康的红润，目光停留在他的小腹处，在眼观鼻，鼻观心了好久后，萧炎始终难以集中精神。他苦笑着从纳戒中取出一件宽大的衣衫，盖住小医仙的娇躯。虽然小医仙已经进入了正轨，这里也没萧炎什么事了，但他必须要在这里等小医仙将毒丹成功凝聚，才能真的放下心来。无聊的他目光停顿在祭坛中心深不见底的地眼处，萧炎对祭坛的阳火颇感兴趣。在抓出一团白色火焰后，他心头一动，如今的化生火还不够他施展毁灭火莲，现在阳火能和兽火一般成为化生火的养料，萧炎便对着地眼处不断的吸出阳火，再一口吞噬掉。很快阳火就好像被吸光了，萧炎将磅礴的灵魂之力钻入地眼，在地眼深处，他发现了一颗极为稀少的地心珠。地心珠是由大地深处的精粹能量经过无数岁月凝聚成的能量珠体。据说炼制一些8品甚至9品丹药，就会用到传说中的地心珠。萧炎扛不住地心珠对他的诱惑，用灵魂力量开始了他追他逃。终于在祭坛漆黑的石碑帮助下，萧炎有惊无险地拿到了地心珠。地心珠这些年中不知道吸收了多少地心火苗，如今一与阳光接触，便直接化为阳火的源头。萧炎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这一趟他的收获真的太多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吸收阳火，增强化生火。这在萧炎沉浸在化生火迅速增强的快感中，一向四季如春的夜城却在某一日变得寒冷，天空中甚至飘下了细小的雪花。此时的夜城外已经被冰河谷的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住。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，让叶家交出恶难毒女等人，否则今日叶家灭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